这画风。今天上午9时26分，一架满员的大型客机突然坠毁在市郊，这是英雄时代前所未有的特大。换画风了呀，这感觉2D 了。现场情况怎么样了？方便透露一下吗？后退，后退！媒体一律止步。你们几个按分配的区域迅速就位。总算是给我混进来了。记者吗？哦，感觉像是幸运星的杯子吗？哦，可怜的宝宝，这么小，所以他就是幸存者，这是他名字的来源吗？就是他一直很幸运，幸运的存活下来了。主要是这都能存活下来了，或者说就是他自有一种能力，就身边的人都会倒霉。看球！这是孤儿院吗？喂，把球踢过来！这里！发什么呆呢？把球给我！刘真，这就是以前那个记者吗？让小孩们自己解决，你也别太操心了。嚯，做了院长，讲话果然更有威严了。你就别埋汰我了，刘大记者。打住打住，10年没见，再互相吹捧，老脸都不知道往哪搁了。可是你先起的头啊。好了，说回正题吧。这个孩子，我想拜托给你。哦，他也是。我以为他还是能力者。所以是有阴谋的。所以空难为什么发生呢？有人就是想让那飞机上的人死。空难背后英雄们的集体失格。刘真，你是疯了还是傻了？哦，让你报道空难，为什么没有英雄去救他们吗？是说，他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去援救那架飞机？我们不去挖掘真相，不代表人们就不关心真相。他们也需要正确的引导。质疑所带来的信赖值波动，你觉得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还是更糟？骑士完全可以去当这个记者。真的就是被放弃了吗？但是当有了英雄的体系在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期许他们应该去做到什么样的地步。找到什么同伴了？漩涡是像那个魂殿那种吗？
换个地方聊。刘真，刘大，所以可能是英雄之间斗争的时候会出现漩涡，然后就导致气流影响，让飞机坠毁了。之后我也有些自己的打算，所以说这个孩子想来想去，还是交到你这里比较放心。谢谢你的信任，能帮扶这些孩子成长，本来就是我开办福利院的初心。我知道，真正的大英雄。哎，刚说好的，你怎么又来劲了？不对吧？再猜一次，再猜一次。啊，好，那我们再试一次。这次糖果藏在哪只手啊？哇，这次还能猜对！直接去赌博，直接赌场。但我想说，这个护工真的让我有点想到约定的梦幻岛，谁懂啊？后面肯定要虐了啊！能不能也来帮我抽一下呀，小青？在哪呢？小青，帮我再抽一张！帮忙吧，小青！好可爱！你们干什么呢？都欺负小青是不是？都走开！什么老虎？太萌了！所以真的有宝藏吗？小的，这才是真正聪明的人。我服了。但是大家有可能是错误归因啊，只是把这些都归结于是小青的能力，但也有可能是别的外在的因素啊。阿健突然就不干了，说是找好结婚对象了。本来以为是个小职员，没想到男方的爹就是集团老板，这可好，单车变摩托，住进大豪宅了。你们说他怎么命这么好？听说他下定决心前，特地找小青帮忙看了看。看来小青真是个福星。小青，你帮我选下哪只股票好？小青，我儿子拿到了3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感觉哪家更适合他呀？乖孙子啊！小青姐姐摸摸我你的脑服了袋，以后一定会造变神聪明的。小青啊，帮我算个卦。小青，你说我明天真是孩子好不好啊？可能这样的话就给他积累了一定的信赖值吧，大家相信他能做到，所以他就能猜中。人带来了吗？就1分钟时间，你抓紧啊！哎呦，您就是福星转世小青大人呐！我家老伴儿得了重病，还请您帮他渡过难关，早日康复。这点心意，请您好了，收到了。小青啊，赵主任这可是在做好事。俗话说做好事不留名，所以你今天看到的、听到的，天哪，可别这说出去哦。赵主任，成宗教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竟然拿小青当摇钱树。不是的，院长，刚刚那个是我的亲戚，她丈夫生了病，说什么都想见一见小青。这钱是她硬要给我的，我准备收着补贴给我。福利院再难，也不需要用这种方式赚来的钱。院长，我错了，院长，饶我这一次，我小青，以后再也不敢了。福利院里但凡再有人骚扰你、利用你，都可以直接跟我说，听到了吗？啊，还是变成宗教了吗？这就是他所说的不利用吗？我服了这院长了。所以就是他能利用，别人不能利用。虽然有可能他的本意是好的，但是这只是他自认为是好事儿，但还是在利用小青。好孤单啊！大家都跟他有了距离感啊。但我们同样也在经历着英雄们的纷争，甚至经历过纷争所带来的灾难。虽然联合会启用了各种手段来管理和约束，但这些也只是饮鸩止渴。因为塑造英雄的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人们的意志本就无法被定义，只有给予正确的引导。哦，这是女王吗？啊，好萌，真的是女王，所以她是想当 X 啊。哦，不管怎么说，你现在已经成为了众星捧月的好帅呀，女王，要想成为英雄排名第一的 X，好有被气场。带出焦点，以后只会是家常便饭。虽然我们从小对你要求严格，你也从没让我们失望，但适当的时候，你还是不要太过锋芒毕露。好了，言归正传，我跟米基已经说好了，先和 DOS 签预备约，等你到了18岁，爸，我们他是他爸。干柴和烈火。看来乱世群雄的时代即将到来。这名儿起了。哎，才发现你为什么穿的那么奇怪啊？奇怪，这是唱祝福声歌他不知时必须的道穿着他，呀所以他对他没有距离感啊。原来你就是那个被大家背地里称为圣女的大仙。对哦，好像从来没见过你。你是新来的吗？我刚被其他地区的福利院踢过来。顺便再跟你说一个小秘密，我可是大名鼎鼎的灾星。啊！天哪，洛，那这不就是抵消了吗？
院长倒是感觉还是有出心带的。应该是信赖值。如果手腕上数字越多，就代表你的某个能力会越强。哇，好多位数，怪不得你有幸运的能力。这些数字从哪来的？告诉我，告诉我。他其实就是被推到前面去，成为了一个英雄。那也有2位数啊，有人0位。可能男女有别吧。等我长大了，我会让数字变多，这样我就能成为英雄了。我也听院长这样跟我说过，他说我现在就像英雄一样，用自己的幸运带给很多人希望。但我不懂，为什么一定要是我？我并不想当什么英雄，我想能有朋友一起玩，能穿想穿的衣服，能每天开开心心。小青，你的发色太活泼了，只有一身洁白，才能让人内哦心得到平静。不，还能唱得再好一点，再来一遍。小青从今往后将成为我们福利大家院神圣的都没人象征。对他笑了。我想做一个能犯错的普通人。完了，我现在对这个洛有很不好的预感。完了。给他招灾吗？抱歉，准备新歌有点紧张。哇，都已经这么老大个儿了。院长，小青到了，今天还准备了新歌。哇，这个影子真的像十字架一样。是不是还有招灾？这样就让他会犯错？啊，可爱！突然摇滚起来了啊！轮滑鞋耶，穿自己想穿的衣服。哇！时代变了。哇，我喜欢这个登场。啊，这就是他的第一场演唱会。在教堂里唱这个。啊，支
持他俩组乐队出道，开启新生。好帅啊！啊！哇！用它来打破你幸运的魔咒。把眼睛闭上，然后慢慢转身。现在你的面前有一个红点，如果你真的这么灵，那么就一定能射中它。3、2。哇！什么烟雾报警器吗？他之前就是这么淹了上一个福利院的吗？完美的。好喜欢他眼睛里的光亮。这里，快啊，快点！曾经想要帮助更多的人。这是什么？真的成约定的梦幻岛了，我服了。我服了，院长怎么也是反派吗？全都黑化了。我感觉看了就是小青的故事，真的觉得就很多事情都是可以通过信赖值去解释的吧。就比如说从最开始，为什么空难中只有他幸存了下来，很有可能是大家意识到马上飞机要降落的时候，将大家的这种信赖都寄托在了这个，可能是因为他还小，所以是寄托在这个小孩身上，不希望他死掉。但是这一次的偶然，就让他接下来的一切都会被人解释为运气好。其实像最开始猜那种糖果这种事情，我觉得也不算太难，因为它其实有50%的概率嘛。通过这些细小的巧合，就会让大家都开始积累对小青的这个信赖值，相信他总是能猜对，总是能选对。然后这个信赖值的这个累积、强化、牢固，甚至让小青都变成了一个宗教。但我真的就是很心疼小青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本身都已经失去了这些家人，但还是失去了他本该就是更加快乐的童年吧。大家就身边的人开始对他疏离。当然就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跟这集提到的那个微光实验室有关，毕竟是有人蓄意想要这架飞机上有人就是去世的，那很有可能就是跟这些实验的东西有关。说不定小青的能力就是与生俱来的，就有点像是那种 X 战警的设定。我可太喜欢最后就是幸运星和洛整个就是少男少女的摇滚组合，就是太耀眼了，就包括他们整个的这个打扮还有轮滑鞋，太青春洋溢了，我非常喜欢。但是就是同时我也非常担心洛的生死，就是按照这个剧的这个调性，很有可能他马上就要死了。还有一点很麻烦，我感觉现在每出场的新英雄我都很喜欢，包括这集的女王，虽然只是短暂的一出现，到时候最后投票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很苦恼。终于来了。哦，这应该是之前的事儿。这就是院长给你买的新吉他。没错，这可是我用1年不给福利院添乱换来的。你还好意思说？这什么特效吗？好好看。不知道。我知道了，是之后幸运星演唱会就是拿这个吉他呀，还带这种青色的这个特效。哇！
嗓音好好听啊！哇，就像萤火虫一样呢。怎么样？我唱功是不是有进步？有吗？啊！那你倒是来唱一个给我听听。不要，每天都要练歌，每周还要诵唱祈福，累了。他们做一些不同的事儿。你唱的那么好，但总唱那些乏味的歌，无不无聊？要不我来伴奏，你来。晚上不睡觉会叫他们。老虎的声音吗？刚刚那个是笑死了。邵主任，我在背课文呢。大半夜这么用功，白天怎么不见你认真读书？白天怎么不见你认真读书？赶紧洗澡睡觉。都多大的人了，还管那么多？我听说院长建这座福利院的目的，就是为了能从我们之中培育出英雄。啊，真的吗？从小抓？因为他认为每个人的能力是从启蒙阶段就能被塑造的，而他自己也成为过英雄。他也是，但仅仅只在大众视野里停留了没多久。感觉是可以操纵火焰吧？魂殿可以操纵雷电。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我不是什么英雄。你就是，自信点。感觉整个社会就很畸形啊，不管什么机构都是想培养英雄。主任查房前回去了。走，我送你。一共36下，你歇惯的时候再点一点啊。这么多东西，你让我一个人干，实在是没劲儿了。喂，快回去吧，你跟着我反而容易被发现。万一被抓到，算我的。一天往你们这儿跑10几趟，累死了。所以在运什么东西？所以他下定决心要把他带出去吧，因为知道院长的也是这样想的。啊，好可爱呀！我真的不希望他们最后被抓到，虽然很有可能有不幸发生吧。他应该就是被新的 X 给取代了吧，打败了吧。我们走。你们能去哪儿？哇，像个无形的手一样。有点让我想到怠惰大罪私教了。有那么高的希望，还给了你造福更多人的机会，你怎么就不懂得珍惜呢？你知道获得那么多人的信赖是有多难吗？真的很勇敢。虽然是可以被有形的东西给切断的。完了，落火不长了，我已经能看出来了。
也是巧合吗？哦，其实已经伏笔了，这个司机可能太累了。不好不好！所以是真的幸运啊！哦，哦不，他用自己的不幸让他们招致了车祸。啊！撞了感觉根本没事儿啊！我真服了。货车冲进来撞人了，快下去救人！走，救人呢，快！圣女为什么跑了？但是好像洛也没事儿，他们两个人都被保护了，被那个手。我不会有事的，他不会有事的。我怎么觉得这儿有一点点生硬？洛真的很有才华呀，倒是。啊，道真的很可爱啊！一定要平平安安，我会回去找你。他也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哦，这歌词也好好哭啊！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啊！这不会是？这有点像 X， 就是 X 那个 PV 里，就是他是个打工人的造型吗？啊，真的去赌吗？我服了，自食其力，消暑。所以买彩票也中不了吗？那得有多幸运啊！哦，因为他逃出来，可能现在值消失了。她已经不是圣女了，大家已经不再相信她了，不再宗教式的崇拜她了。哦，他把
吉他缠上了这个青色的胶带了。哦，随便一张都好精。所以他的能力确实不是先天的。哦，真的很可爱。哦，宝宝是一个宝宝。他一直都是保持这身行头呢。啊，天生的大明星啊！哦，会不会要被院长抓到了？他的信赖值又会往上升了。我去试试。我也要去，我也去。幸运，有趣的能力。他就是当年你从空难残骸中救出的唯一幸存者。这是不是女王他们那个公司啊？是他。一晃，青现在都长这么大了。既然这样，那我更没有理由不签他了。啊？你想签他当英雄？真成娱乐公司了。完了，这个经纪公司没有一个好的。甚至还有那个十字架。又变味儿了。哦不。这不又重蹈覆辙了吗？上帝保佑，保佑我们一起顺顺利利。可爱。别再来找我了。你好。啊，好可爱。别再拜我了，我已经没办法给你们带来幸运了。是吗？您要不先确认一下手腕上的信赖值？哦，还是继承了他的愿望吗？
他自己是没有那种野心的。这算是同工吗？倒是可能因为是英雄，所以性质不一样。怎么都已经伤成这样了，但至少还活着。太宰治。要说今年窜红最快的英雄，莫过于一个叫青的女孩。不会要开始黑化了吧？我服了。而他的天籁嗓音也让他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不久之后，他的首个演唱会就将在20区的联合演艺中心举办。乐手刚开就很要空了，现在可真是一票难求。他这是被囚禁了吗？群众都被抢到票了。那么，我们就在电波中一起聆听他的美。就是魂殿他们大战那会儿吗？所以院长是没想要把他抓回去的。啊？哦不，这就是之前那个演唱会吗？他看上去就像本来就属于这里的样子哦。今天是我时隔很久，再次正式登上舞台。而上一次舞台上的演出经历并不愉快，但那时我的身边还有一个对我很重要的朋友，他教会了我弹琴，让我爱上了音乐，令我知道了原来唱歌也可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虽然他已经不在了，但他还是留给了我。他不会以为洛已经死了吧？洛可没死。一把吉他，一首他写的歌。哦。他真的好耀眼这次换他来守护他了吗？啊！这边成丧尸片了。啊！这是那个福格的那个替身能力紫烟。啊！这是洛的灾祸的能力吗？啊！啊！下一集还是幸运星吗？但是
现在不知道到底悬着的心到底是死了还是放下了吧，毕竟落夏还没有死去，只是受伤了，但总感觉他有一个隐隐约要跟青对立的这种形式要发生了吧。这一集出现的歌都好好听，虽然就是青刚出来的时候马上立马坐下来唱歌，稍微有点生硬，但是也能把它看作是一种可能是想把自己的声音或者是思念传递给还在里面的洛吧。一切的这个灾星和福星的这些对立很可能都跟那个飞机失事脱不了干系，所以可能院长告诉洛的事情也跟那些就失事的事情有关。不论是什么事儿，他跟青都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他们俩以前真的好可爱啊，关系萌萌的。当然我也特别心疼，就是幸运星她好不容易从一个曾经的那样被当作圣女的舞台出来之后，还是被屏幕外面的大家继续崇拜，或者说是大家线下来找到她继续去拜她为圣女，就好像无法脱离这个怪圈，也让我觉得就是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社会完全就是很畸形的。不管是像娱乐公司、福利院，或者说是其他的机构，他们会想要去想方设法培养出英雄。我觉得所有就是住在这里的人们，仿佛也好像就是要去。在这里的人们仿佛也都是靠着英雄，英雄是他们生活中完全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似的。不管是他们的娱乐，还是就是网上的舆论啊等等，就感觉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英雄体系所在进行着的。我觉得这就很令人担忧。我现在就是非常担心洛，就明显院长他应该是像策反了洛一样吧。但是院长，我本身以为他是个好人，但是没想到他就是类似于想把自己就是最后没有当成的英雄那种，就延伸的这种念想都完全就是寄托在对于青那种控制欲上了吧。非常好奇就是院长之前的这些经历和他可能之前的战斗啊，或者说是他曾经是怎么输的，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不过幸运星的故事目前讲到这里，我个人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失落的，因为我觉得他的故事其实没有讲得很好，虽然歌很好听，人设很可爱，不过还是稍微再观望一下下一集和之后的故事会怎么样的呈现吧。那这期视频要结束，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